咱们中国神话冥界篇用了4期的时间，将三魂七魄的观念以及民间佛教、道教的主要的主神讲了一遍。本期开始，丢丢将正式介绍阴间地狱轮回转世的观念。中国人对于死后的思考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。关于轮回转世的观念，直到东汉这时才由佛教所流传过来。在此之前，中国人认为人死之后是去往地下世界，或者去往另一个死者的世界，因此古人认为人死后会去往黄泉或九幽之地，在那个世界之中，人们会过上像生前一样的日子。秦王嬴政用兵马俑作为陪葬品，用地宫做行宫，用水银来模拟江河湖海。正是因为秦朝之时，人们相信死后会如同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陪葬品会成为那个世界人们所用到的东西，甚至在春秋战国时，孔子曾经痛斥过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痛斥那些以人殉葬的陋习，甚至那些用泥土塑造成人形来陪葬的人，也不配拥有后世子孙。在没有地狱轮回观念之前，古代中国人对于死后的认知是非常朴素的，认为贵族死了之后就一定还是贵族，那些被杀死陪葬的奴仆在地下依旧是奴仆。到了东汉，佛教从印度流传而来，因为佛教的到来，整个中国人死后的世界都变得丰富多彩了。中国文化最为奇特的一点在于它的包容性与重塑性。佛教带来了中国人从来没想过的轮回观念，认为人死后进入冥界，通过审判再次来到人间，拥有各式各样的形体。但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轮回观念与传说，并不是无脑的全部照单全收的，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。在最初流传到中国的传说之中，冥界的主神与死神是由一对兄妹所控制的，他们在印度是第一对死亡的人类。兄长的名字叫做阎罗，妹妹的名字叫做阎密。他们主张引渡死者鬼魂，分别审判男女善恶的神职。这对兄妹传说来到中国之后，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个女性是不可以当上冥界那种地方的主神的，于是阎密这个专司女性鬼魂审判的女阎王就被遣返回国了，退回到了印度。此时中国古人认为一个阎罗独掌生死审判的大权应该忙不过来，于是将职权劈开，成为10殿阎罗王，专司管理中国人死后鬼魂善恶与审判。这套说法在中国受到了帝王与儒家的认可，因为这套说法既能帮助皇帝安抚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百姓，也能够帮助儒家推行仁义礼孝的观念。而道教也认同并吸收了这些观点，将太乙救苦天尊安排上了10殿阎罗王，认为这10个都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。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到的10殿阎王，其实是以佛教轮回转世为五官外表，以道教阴阳乾坤三魂七魄为血肉，再加上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世俗社会标准为骨头，所创造出的一个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文化结晶。这才是咱们中国文化最为有特色的一点，那就是所有的东西在一起根本理不清，但处在一块就特别的和谐。想要讲述10殿阎王，就必须了解三魂七魄的观念。在我们中国神话冥界篇第1期，丢丢已经说过了。中国古人认为，人死了之后，三魂之中的天魂与地魂会留在尸身与牌位旁边护佑子孙，并接受祭祀；人魂会被专司鬼魂的神灵拘走，为自己生前的善恶买单。三魂分开之后，七魄也会分为7次，在49天之内